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一起台湾女人和丈夫为爱痴狂的案件。故事内容发人深省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一切还得从2008年10月13日那天说起。像昨天一样，整个台湾还是相同的节奏。晚上8点左右，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，许多上班族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其中就包括华彩慧和丈夫许碧成。两人走进电梯后，来了个大大的拥抱，期间妻子还主动吻了丈夫。虽然已经是40多岁的老夫老妻，但还如此浪漫。单身狗看了流泪，离婚狗看了落泪。从监控视频来看，妻子还轻拍丈夫后背，似乎在给予安慰。8秒后，两人走出电梯，开着轿车离开住所。几个小时后，丈夫许碧成独自开着摩托车回到了住所。可自此之后，妻子便再也没有回来。当晚12点后，新北市逐渐进入了梦乡，马路上只剩下寥寥无几的行人和车辆。看着周围安静的路面，正在驾车巡逻的巡警逐渐产生了困意。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，就当巡警加大油门准备返回局里时，路边的一辆轿车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大半夜怎么把车停在这里呢？巡警本以为车主是中途下车方便，可开近一看却发现驾驶位的整个车窗都被摇了下来，里面的驾驶员身上沾满了血迹。我的乖乖！巡警立马致电局里找来支援。来到现场后，医护人员立即将驾驶位上的女子送往医院，可由于伤势过重，还是不治身亡。在轿车周围拉起警戒线后，法医马上展开了勘查。由于案发时间刚好是后半夜，周围没有吃瓜群众的干扰，所以现场被保存得相对完好。很快法医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。其一，轿车所处的位置是台61线往大园方向的高架桥下，这个地方在晚上非常偏僻，整个轿车从头到尾从上到下都没有明显的撞击和搏斗痕迹，路面上也没有明显的刹车痕迹，就好像它是被很自然地被停到路边，然后有人让驾驶员摇下车窗，再对他脑门扣动扳机。这颗子弹在穿过头部后，从另外一侧车窗射出，留下一个圆形弹孔。这种行刑式的谋杀表现得十分专业，凶手很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。那什么样的人才能让死者主动停车并摇下车窗呢？毕竟作为有一定驾驶经验的死者，他应该知道不能随便在大半夜停在路边，还主动摇下车窗和别人对话。警方给了2种猜测，也许有人故意假扮成巡警之类的工作人员，让死者停车，然后趁他不注意射杀了他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凶手是死者认识的人，到底是哪一种呢？还得找出更多线索才能知晓。根据局里接警员的说法，在案发当晚的9点51分，死者的手机曾致电110，可电话接通后，报警人没有出声，值班员问询了2次都没人应答。过了大约20秒后，另一边的人就挂断了电话。按照以往经验，如果有人在遭遇不测后报警，那电话中一般会有挣扎和求救的声音。可当晚这个报警电话却安静得出奇，即使技术员将音量扩大，但还是没有听到明显的声音。其三，死者被发现时还系着安全带，从上到下的穿着也非常完整，右手还握着处在待机状态的电话。难道说在报警电话接通时，女子就已经去世了吗？在对凶手进行侧写的同时，警方也确定了死者的身份，她就是前文中电梯里的女人华彩慧。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走访华彩慧的周围关系，排查出有作案动机的嫌疑人。在死者的手机里，警方还真的有了新发现。根据短信内容，死者和一个当铺老板存在金钱纠纷。此前这个老板借了40万元台币给死者，但由于死者生意失败等原因，这笔钱迟迟没有及时还上，这让店铺老板很恼火。本来赚钱就不容易，现在还被人赖账。这是其中一条店铺老板的催款短信：华小姐，你要骗我几次？一次拖了又一次，时间到了还不接我电话，你太过分了。另外一边，华彩慧的丈夫许碧成也表示，13日当晚妻子外出去了新北淡水区，为的就是面对面和当铺老板协商债务的事情。自此之后便再也没见到妻子，直到被警方告知妻子已经遇害。丈夫还说道，在中途时妻子曾打电话过来说有人在跟踪他。许碧成这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正常，
但仔细一想，又好像不太对劲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怎么会让妻子单独去和债主协商呢？这不是把妻子往火坑里推吗？对此，许碧城表示，在案发几年前，自己就和华彩慧离婚了。那天自己由于念及以往的感情，才和前妻一起外出，但由于中途有事，自己便提前离开了。可警方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既然都离婚了，那你们还为何住在一起，在电梯里还深情相拥接吻？要知道，你们几个小孩也不小了，离婚这事也没必要瞒着。你别告诉我你又相信爱情了。兜转查了几圈后，警方认为这事情要么和前夫有关，要么和当铺老板有关，而且前者的嫌疑更大，因为40万台币也不算是什么大数目。当铺老板不太可能会杀害华彩慧，毕竟他死了，那就没人还他钱了。回到局里，警员把调查重点转向华彩慧的手机，里面一共有176个联系人。为了破案，警方把里面能问的人都问了个遍。交谈中，警方逐渐了解了死者以前的生活。死者与丈夫于1985年结婚，婚后育有1子2女，儿女双全，感情和睦。但大家庭也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。由于没有什么文化，夫妇俩一直靠打工和做点小生意为生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案发5年前的2003年，两人突然离婚，但还是住在一起。朋友透露，他们离婚并不是因为感情问题，而是丈夫因为信用问题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，才出此下策，以妻子名义继续贷款。获得贷款后，夫妇两人开了一家便利店，后来店面逐渐加到5家。可不幸的是，因为一系列原因，便利店的生意开始逐渐没落，5家便利店只剩1家，夫妇俩也因此欠下了很多债务。为了还钱，夫妇俩借遍了周围的亲朋好友，甚至还背上了高利贷。即使夫妇俩起早贪黑，一边经营便利店，一边做零工，但存钱的速度还是跟不上还钱的速度。据悉，案发时两人至少还有1400万台币债务在身，店铺老板只占了很小一笔。案发9个月前的2008年3月，妻子华彩慧在搬运货物时不小心跌伤，造成腰间盘突出，夫妇俩只能关停最后一家便利店。至此，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着便利店的停业而破灭。华彩慧的姐姐告诉警方，在案发前的2-3个月借钱给妹妹还高利贷时，妹妹曾说过气话，说自己欠了那么多钱，被逼得想去自杀。警方原本以为这是华彩慧一时的气话，可后来他们就发现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气话，因为有债主告诉警方，华彩慧夫妇承诺过，只要过段时间一拿到保险金，他们就立即连本带利把债务还清。几个女子也说，此前有一次他们不小心做错了事情，母亲非常生气地说道，都10几岁的人了还这样，要是以后妈妈不在，你们要怎么办？被这么一说，警方想起了这对夫妇此前购买了2700万台币保险。虽然购买时间是1997年到2006年，比案发时间早了2年，但夫妇俩的承诺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。保险金一到手就能还钱，所以这是典型的杀妻骗保案吗？警方越看越像，因为妻子失联后，丈夫许碧城并没有询问周围亲朋好友，也没有向当地警方报案，只是断断续续拨了11次妻子的电话。但这些通话记录只能证明丈夫当天没有去案发地，并不能否定买凶杀人的可能。在技术科恢复死者的手机记录后，警方进一步还原了案发前半年死者和周围人的联系，结果又发现了奇怪的事情。案发半年前，死者曾到过案发现场，案发几天前，死者还去过2次的行车路线都与案发那天相同。从前2次曾到过案发现场，到案发当天再次到达现场，华彩慧此举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要想解答这个问题，就得说下另外2个男人，其中一个是华彩慧的哥哥华明雄，另外一位是哥哥的朋友施耀宗。华彩慧第一次到案发现场时是和哥哥一起去的，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哥哥好友施某会合。哥哥还算正常，可哥哥好友施某就完全不同了。此人早前因为非法持有枪支被警方逮捕，所以凶手会是施某吗？有可能。可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何死者会和哥哥一起去找他呢？作为哥哥的朋友，
到底是哥哥自己想见施某，还是妹妹想找施某呢？死者的丈夫和死者的哥哥两人之间又到底存在什么秘密呢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，可线索越是复杂，就表明警方离真相就越近。说到这里，嫌疑最大的就是上面3个男人，其一是死者的前夫许必成，其二是死者的哥哥华明雄，其三是哥哥有案底的朋友施耀宗。经过监控和手机定位等证据，警方认为作案的人不可能是前夫和哥哥，唯独施某最为可疑。在案发当晚，他曾到过死者哥哥家中，离开后就马上关掉了自己的手机，直到案发后才重新开机。不但如此，案发2-3天后，施某弃用了原来的手机号，并从公寓退租搬到了台南。被警方问话后，还偷偷致电死者哥哥。施某这个电话不打还好，一打就更加此地无银300两了。到银行一查，警方发现死者的哥哥曾给过他50万台币，所以是哥哥华明雄买凶杀害自己妹妹吗？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知道，死者的保险受益人是前夫和几个孩子，哥哥根本就不是受益人。难道说这里面又多了一层，是前夫买通死者哥哥，哥哥不忍心亲自下手，便又转包了出去？好像这么说才合理。可电梯里和妻子深情相吻的许必成，真的会谋害自己妻子吗？这时有秘密证人向警方透露，说华彩辉此前一直计划用自杀的方式骗保，结合夫妇俩此前说的只要保险金一到就能还钱，以及以往夫妇俩以前在公共场所的表现，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自杀骗保案。为了还清债务，死者华彩辉让哥哥帮忙，哥哥又请好友施某枪杀自己妹妹，伪造成遭遇意外枪击的场景。可面对警方的指控，哥哥和前夫2人怎么都不认罪。前夫表示，我那晚在电梯里就是跟妻子亲个嘴，本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却被警方解读成最后的诀别。哥哥也表示，妹妹之所以会买这么多保险，是因为以前是保险职员。不愿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有死者的亲生母亲，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女儿死了，而且凶手还是自己儿子。可无论他们怎么狡辩，警方还是找到了有力的物证。在死者车上，警方找到了一些被撕碎的纸条，虽然无法拼出完整的样貌，但剩余的纸条碎片还是留下了一些线索。经过鉴定，上面的内容是道路和地点名称，字迹出于死者的哥哥，有一小块还印着哥哥公司的文字。突击检查死者哥哥办公室时，警方搜出了一模一样的便签。车内之所以会有这些碎纸片，很可能就是哥哥指示妹妹把车开到哪里，然后枪手施某会在哪里动手。案发1年后的2009年12月，桃园地方法院认定死者联合他人加工自杀，以此骗取高额保险金，判处直接作案人施某7年监禁，前夫和哥哥6年半监禁。判决宣布后，几人均不认罪并提出上诉，但被高级法院驳回，只是减少了1到2年的刑期。纵观这起案件，看似天衣无缝的自杀骗保计划，实质上漏洞百出。回到监控中的那一幕，与丈夫深情相拥的妻子华彩慧深知，这是夫妻俩的最后一面。纵然很是不舍，但为了还清债务，为了让家人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妻子选择独自走向地狱。在前往新北的路上，妻子的泪水也许一直没有停过，又也许她的脸上根本就没流下泪水，因为她肯定会安慰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只是无论她怎么安慰自己，在那10几分钟里，她都无法躲过心如刀绞般的痛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